如果说到功效护肤、成分党护肤，我们就不可能绕过一个品牌，那就是宝拉甄选。宝拉甄选呢，它比我们所熟知的成分党品牌，比如说像什么修丽可呀、像 The Ordinary 啊，他们成立的时间都早。有人呢把它叫做刷酸鼻祖，还有人把它叫做功效成分党的祖师奶。大家好，我是配方师星星。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盘点宝拉甄选品牌的8个系列的几十款产品，带你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么多产品里面，哪些是既科学又靠谱的，而哪些呢配方又雷同又不好用。如果我们要聊宝拉甄选呢，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一下它是一个什么风格、什么类型的品牌。它是讲故事的、讲时尚的，还是讲成分、讲科学的呢？那这就一定要从它的创始人宝拉培刚聊起了。宝拉培刚呢，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芝加哥。据说呢，他在童年的时候深受湿疹和痤疮的困扰，所以就对护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多岁的时候呢，他到百货公司就职，然后在化妆品的柜台当销售员，也就是柜姐。但是呢，没过几年，他就被百货公司给辞退了，因为他跟客户说实话，告诉客户哪些成分是不好的，哪些产品不能用。但是被解雇并没有浇灭他对护肤品和成分研究方面的热情，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他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叫做《蓝色眼影应该被禁止》。这本书呢，就热讽了当时这种跟风化妆、跟风护肤，但其实并不适合自己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那个讲故事、讲时尚、讲潮流的这个年代，应该算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了。90年代初的时候，宝拉发表了他的成名作 Don't Go to the Cosmetics Counter Without Me， 也就是说，去化妆品专柜之前，一定要先看看他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反复出版了好几版，这在当时看来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这么大规模的化妆品测评。而这一本书呢，也让他获得了 Cosmetics Cop， 也就是化妆品警察的昵称。1995年的时候呢，应书迷们的这个呼应，他成立了自己的品牌，也就是 Paula's Choice 宝拉甄选。这个品牌呢，当时喊出了基于科学和成分透明的口号，这在当时的化妆品看来就非常的先锋，这也为后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功效护肤品的品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再往后呢，宝拉甄选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在2021年的时候，宝拉甄选被联合利华以21亿美金的价格收购了，从此呢，进一步的扩大了国际化，也成为了今天理性化护肤的代表品牌。总结来说呢，宝拉甄选这个牌子就是一个不讲故事，只讲成分和科学的这样的品牌。说完创始人，我们来聊一聊宝拉甄选的8个产品系列。我们常见的护肤品呢，它对于系列的划分大部分就2种，要么呢是根据肤质划分的，要不然呢就是按照功效划分的。但是宝拉甄选的系列划分，这2种分法都不是，它呢是按照你的需求强度来划分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需求强度，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皮肤呈现出一种几乎病态的这种毛孔特别粗大、痘痘特别多，然后还正在经历断崖式衰老，脸都松垮掉了，这种状态的时候，它呢叫做超强功效需求。那在宝拉甄选这个品牌里面，它里面就对应了2个系列，一个是 Clinical， 一个是 Booster。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的皮肤呢没有什么毛病，但我日常呢有比如说防晒、洁面、保湿、修护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日常性的需求。那宝拉甄选呢也有几个系列来对应这个需求阶段。那它呢主要就是 Clear、Camp 和 Defense 3个系列。那基于这2种需求中间呢，还有一个类别，就是说我有一定的功效需求，我皮肤已经开始有斑了，开始有点衰老了，但是又没到说病态的强度，那这个就是它的功效需求的这个板块。那宝拉甄选呢，也对应了2个系列，一个是 Resist， 一个是 Exfoliant。那除此以外呢，还有跳出这些所有需求的，叫做 Earth Sourced， 就是地球资源系列啊，这是一个讲天然、讲纯净护肤的这么一个系列，跳出功效需求。用过宝拉甄选的人呢，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小困扰，
就是宝拉甄选的系列产品里面，五颜六色的有很多种颜色，那大家会不自然的认为，那是不是不同的颜色就代表着不同的产品系列呢？但其实并不是。它的颜色呢，代表的是它的主打成分是什么。如果你仔细看宝拉甄选的网站呢，它都会有一个叫做 Ingredients Dictionary 的栏目，这个里面呢会有一张图表，它这个图表表示着不同颜色代表的不同的是什么成分，而且对应的是什么功效。举个例子，比如说 A 醇系列呢，它是紫色的，它比较适合对应皱纹、痘痘等情况。那含 A 醇的各种产品呢，也是紫色的瓶子。VC 对应的是橘色的，那含 VC 的精华就是橘色的瓶子。说完怎么划分，我下面就给大家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我们怎么选宝拉甄选的产品。先说第一个系列 Clinical 呢，它翻译过来就是临床，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这个系列的这个产品里头，它都是浓度比较高的成分呢，用的比较狠，用的比较丰富、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产品系列。简单来说呢，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如果你没有大事儿，你用不上它的这样的系列。这也经常被粉丝誉为是宝拉甄选疯癫 A 醇的集合体。比如说 Clinical 系列的这3支产品都属于 A 醇类的产品，但是它们的配方逻辑和适应人群却完全不一样。这支呢，我把它称作普通双 A，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 0.3% 的 A 醇和 2% 的补骨脂酚。那补骨脂酚呢，它是一个植物来源，然后有同样 A 醇效果，这样能促成胶原蛋白呀等等同样效果的植物来源的 A 醇。那这一支的2种 A 醇复配之后呢，很明显它就是对应皱纹的，然后来提升胶原蛋白的含量，然后来对抗衰老。简而言之呢，就是如果你有皱纹问题、有弹性下降的问题、有垮脸的问题，你就可以选这支普通双 A。下一个这支呢，它的配方跟上一支逻辑就不一样了，它呢是 3% 的传明酸加上 0.5% 的补骨脂酚和 5% 的烟酰胺。所以这一支你一看，传明酸、烟酰胺这些都是我们在美白的那一期里边给大家讲过的好成分，再加上 0.5% 的补骨脂酚，就是一个植物 A 醇的一个抗老的效果。所以很明显，这支呢是对应就是说因为衰老造成的肤色不均、色斑还有皮肤暗沉问题的。下一支呢，我管它叫做 Pro 双 A， 它是 0.1% 的 A 醛加上 0.16% 的阿达帕林。那 A 醛呢，我们知道它是比 A 醇更接近 A 酸的一种 VA 家族的这个成分，它呢这个代谢路径更短，起效速度更快。而阿达帕林呢，它是 A 酸的一个衍生物，所以说这一支基本上就是非常接近 A 酸的这个 A 醇家族的这个成分。那它所对应的人群呢，就是当你已经断崖式衰老，你已经垮脸，你已经这个毛孔非常粗大，然后有这个很明显的衰老型毛孔的时候，你适合用这支 A 醇。总结一下，如果呢你是普通的想抗个皱、提升一下皮肤弹性的这种抗老问题的话，用这支普通双 A。如果你想改变因衰老造成的皮肤暗沉和颜色不均的话，用这支色修 A 醇。如果你是想针对毛孔粗大等等更棘手的衰老问题的时候，用这支 Pro 双 A。针对肤色问题的话， Clinical 系列还有一支非常值得说的，就是这支 25% 的 VC 精华。那它基本上可以说是挑战了这个 VC 溶解度的顶点啊！你能加到的高浓度，它已经加到顶了。虽然说加到这么高浓度的 VC， 它的抗氧化效果毋庸置疑，但是呢，对于亚洲人，尤其是我们东亚人来说，这个浓度稍微有点高。因为我们东亚人呢，其实它对于 VC 的这个吸收能力和吸收速度，它是比较有限的，它很容易淤积在角质层里面，然后慢慢吸收。那当你用这么高浓度的时候，就很容易染黄角质层。所以这个浓度虽然它浓度很高，功效很好，但是我并不建议咱们东亚人来用。另外呢 ，Clinical 系列还有一对看起来稍微有点精神分裂的一对组合，它是用了一支1%含量的高浓度 A 醇和一支神经酰胺面霜来进行搭配。那这个感觉呢，就好像说什么呢？这 A 醇呢，它既促进角质代谢，又能控油，那就很容易把这油皮给用成干皮，给用的爆皮。那它怕你爆皮，它就
就又给你搭了一支神经酰胺的保湿霜，哎，给你润润，这样你不就不爆皮了吗？所以呢，这个思路呢看起来有点神经分裂，有点像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衣服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是来应对衰老问题、皱纹问题的时候，这一对组合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 A 醇所对应的提升胶原蛋白、紧致皮肤、提高皮肤弹性这些功能，它都保留住了，而且还规避了它的副作用。但是如果你是用 A 醇来用作比如说抗痘、控油这种功效用的时候，这一对组合它就不合适了。那 Clinical 系列呢，还有一支产品就是这个20%的烟酰胺。那这个产品呢，我也不太建议咱们东亚人去用，因为它的这个浓度有点太高了。如果你用在美白的话，5%到10%是东亚人比较安全的区间。如果你用来控油的话，10%就基本上到头了。你再用再高的，你就要干到裂开了。我们亚洲人的这个皮肤真的不适合这么高。然后我们说说 Boost 系列。Boost 系列呢是宝拉甄选品牌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产品系列了，因为它既有点像原料桶，又可以在我们已经成熟的护肤流程中给自己来加点料。这个系列呢主要有8个产品，它们分别是玻尿酸 Boost、VC Boost、烟酰胺 Boost、人二酸 Boost、A 醇 Boost、多肽胶原蛋白 Boost， 还有给干皮用的油脂 Boost。那刚才说的这8支呢都是给面部用的，但它其实还有一支给眼周用的和一支给唇部用的，所以一共加起来是10支 Boost 精华。那这些产品你在选的时候，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如果你想在你的护肤流程里面去加强哪一个点的功效，你就选哪一种类型成分的 Boost， 把它加到你已经成熟的护肤流程里面就行了。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的护肤目的呢是抗老，你已经在用 A 醇净化的话呢，你就可以在你的护肤流程里面加上这支多肽胶原蛋白的 Boost， 因为它不光可以让细纹的改善变得更快，还可以去改善皮肤的干燥度、光滑度，同时它可以缓解 A 醇带来的刺激和副作用。那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痘肌，已经在用一些抗痘或者控油类的产品的话，你可以在你的护肤流程里面去添加人二酸的这支 Boost 来预防痘印的发生。那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可以用那支10%的烟酰胺 Boost 来给你做控油打底，来抑制您一天的这个油脂分泌。那如果你是大干皮的话，我们可以选那支玻尿酸的 Boost 或者那支油脂的 Boost 来给你补油，来预防干燥爆皮。所以说它这个 Boost 系列啊，它的打法非常多，你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放在你的护肤流程里面去作为一个 Plus 去使用，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叠加。但是作为东亚人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去小心那支1%的 A 醇的 Boost， 这个浓度呢对于我们来说有点高。如果你已经在用 A 醇类的产品，那这支 Boost 咱们就不用加了。那上面这2个系列呢，就对应了我们刚才说的第1种需求强度。那如果你是这类人的话，你就可以从这2个系列里面去选相应的产品进行搭配组合。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常用的好用的组合，比如说你现在主要是抗老的需求，你需要改善皱纹、皮肤弹性，还有这个皮肤整体的光泽，那我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 Clinical 系列的普通双 A 叠加 Boost 系列的胶原蛋白多肽的 Boost。 这个2个加在一起的时候，你既有短效的效果，你能看到你的皱纹有一个比较快的淡化，又有长效的效果，在一个长期的使用情况下，你的皮肤的弹性和整体的光泽会有系统性的提升。再说一种，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痘肌，然后痘肌引发的毛孔非常粗大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去看这支 Pro 双 A 来解决你的毛孔粗大还有去控痘的问题，并用这支人二酸的 Boost 去改善你的痘印问题。这2支加在一起呢，就是说你的痘痘、你的毛孔粗大和你的痘印就一起解决了。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你是瑕疵皮，你的脸上呢既有很多不同深浅的斑，然后又有痘印，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用这2支去搭 Clinical 的这支色修 A 和人二酸的这支 Boost 去搭。这人二酸呢来
控制痘印，而色修 A 呢来去对应你脸上的各种色斑问题。Boost 和 Boost 的这个产品互相也是可以搭配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沙漠大干皮，你特别容易爆皮，那你这支玻尿酸 Boost 你就可以去搭配这个油脂 Boost 来给你进行屏障修护和补油。说完第一种皮肤状态所对应的超强功效需求的2个系列之后，我们来说说普通功效需求对应的2个系列，也就是 Resist 和 Exfoliant。Resist 直译过来就是对抗系列，听着呢有点抽象，有点玄学，但其实就是对抗时间、对抗瑕疵等等一系列的影响颜值的那些现象，我们都对抗它，这个意思。它属于比较偏功效性的系列，但是又没有 Clinical 这个系列来的浓度那么高，成分用的那么狠。那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有2支比较推荐的，一支呢叫做 Daily Smoothing。它的这个成分呢是一个5%的甘醇酸配上水杨酸和神经酰胺的这么一个组合。那顾名思义，甘醇酸呢也就是果酸，它可以去突出角质来光滑皮肤；水杨酸呢可以去疏通毛孔来预防闭口的这个产生，而这个神经酰胺呢可以来修护皮肤，让你的皮肤呢变得更厚，屏障的耐受性变得更好。所以呢，它就很适合那种就是你皮肤呢有一些暗沉问题，而且有一些光滑度开始变得有些粗糙了，有些疙疙瘩瘩的时候，你适合用它来进行一下改善。那第2支呢是一支综合的抗氧化精华，它里面呢有什么成分呢？有这个 VCIP， 有 VE， 有辅酶 Q10， 有阿魏酸、硫辛酸、麦角硫因、EGCG， 还有姜黄等等，一大堆。它把他所知道的就是文献论述中有用的这些抗氧化成分就全给加进去了。那它加这么全的成分呢，就是担心每一个单个的抗氧化成分它的抗氧化通路不够全。你比如说有些抗氧化成分它可能是给油脂过氧化物抗氧化的，有些呢是给氧自由基抗氧化的、超氧自由基抗氧化的，或者给羟基自由基抗氧化的。所以当他们把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保证一个相对全的能清除体内各种各样类型自由基的这么样的一个效果。那它就很适合呢这种皮肤暗沉的，需要日常去抗氧化、去抗衰老的这些人去用。那 Resist 这个系列呢，虽然看起来没有 Clinical 系列那么狠，看起来甚至有点温柔，但是其实这个系列可能才是大多数人所需要的，而且适合的这个系列。因为他们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综合性的、平衡性的，就是 balance 做的特别好的这些配方。这也是呢，大家在入手宝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去选功效成分党的产品，你肯定是有一些功效需求的嘛。但是呢，如果你直接去选 Boost 或者选 Clinical， 可能它显得略微猛了一点。那你选 Resist 这个系列呢，它的这个入门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下一个系列呢，叫做 Exfoliant 抛光系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宝拉甄选的刷酸系列。这个系列呢，有特别疯狂的，也有比较入门的。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入这个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刷酸，在选产品之前一定要先看一看你选的这支酸类产品它的这个酸的浓度是多少。因为我们东亚人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适合的刷酸的这个浓度范围，比如说水杨酸呢建议在2%以下，那2%以上的话它的安全性就有点不能保证了。而果酸呢就是比较安全的，新手也可以入的浓度的话在6%以下。那其实呢稍微可以高一点，比如说如果你是油皮你有痘痘的话稍微可以高一点，但是呢我也不建议超过10%，别超了以后我们东亚人的皮肤就比较容易敏感了。那刷酸这个系列的这个产品呢，它有3支在刚才说的安全线以内的水杨酸产品，它们呢都是2个点的水杨酸，区别呢就在于质地不太一样，那保湿性各种方面不太一样而已。其他的呢效果来说都差不多，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质地，比如说你是选水状的还是选 gel 就是啫喱状的。那如果你的皮肤偏油，想给你的皮肤抛光去闭口的话呢，还有2支酸是比较推荐的，一支呢是8%的果酸，还有一支是8%的复合酸。那这个8%的复合酸呢，它里面是6%的杏仁酸和2%的乳酸。那这个杏仁酸呢，它是跟水杨酸相似，它有一定的这个溶脂作用，它可以很好的清理毛孔来预防这个闭口。
而乳酸呢，它有很好的这个保湿性，它在去角质的同时，还能给皮肤保湿，让你这个整个皮肤呢不会过度的脱脂，不会爆皮。那在这个刷酸系列里面呢，还有一支我不太推荐的，就是那支25%的果酸和2%的水杨酸的那一支。这支基本上是你可以在家使用的酸浓度的天花板。再往上，比如30%以上的，你就最好去医院来刷了，你就不要自己在家刷了，因为去医院刷酸的时候呢，它是会给你用中和剂的，它不会让这么高浓度的酸在你脸上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你自己在家很难去给自己做很好的中和，或者是做很好的舒缓，用这么高浓度的酸就有一点就容易过敏了。那这个 Exfoliant 这个刷酸系列呢，其实它主要针对的人群是你有闭口、有油，然后或者有一些皮肤带一些因为角质原因造成的暗沉，然后呢有一些偶发痘痘的这个风险的这样的这个肤质，然后去用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选这个系列的呢，一定不能是正在过敏的皮肤，或者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皮肤，我们都还是要尽量的去避免刷酸。那说完前面2个系列之后呢，我们说一说第3种皮肤状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需求，我只是想日常的来维稳。这样的话呢，就选宝拉甄选的下面的这3个系列。一个是 Clear， 一个是 Cam 和 Defense。那这3个系列之间呢，它们也是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区别的。比如说 Cam 系列，它是舒缓系列，它的不管是里面的洗面奶，还是爽肤水，还是这个乳液，它都是以这种舒缓、维稳、保湿，这样的这个感觉去搭配成分的。而这个 Clear 系列呢，它又像是低配版的 Exfoliant， 像是低配版的抛光，低配版的刷酸。它里呢也含有酸，有些呢甚至带2%的这个浓度比较高的这个水杨酸，但是它并不会去搭配更高浓度的果酸，然后用各种复合酸啊去给你去脱角质。它只是比如说在洗面奶里面搭了一些水杨酸，来帮助你在洁面的时候来去油。而 Clear 系列呢还出了一些叫做无脂配方，也就是说它这个肤感虽然滋润，但里头并不含有油脂，而是用多元醇等等保湿剂来搭配出了比较滋润的肤感。那没有油脂呢，它就不会对油皮产生额外的负担，所以呢它就叫 Clear 系列，用完了很清透的意思。另外一个系列呢叫 Defense， 也就是防护系列。那这个系列有很多呢是防晒霜啊，顾名思义嘛，防护这个紫外线。那这个系列的其他产品也有，比如说像洗面奶这样的产品，它主要呢就是打着保湿、维稳，然后温和。那像这支西瓜红的这支氨基酸洁面呢，它里面呢就使用了这个 APG 表活。我们之前呢讲过 APG 表活，它是一个去油的效果还不错，但是呢没有这个摩擦性，然后非常温和，非常适合敏感肌来使用的这么一个表活。所以说不管你是 Clear 系列、Cam 系列还是 Defense 系列，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没有什么门槛儿，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质，你是敏感肌也好，你现在的皮肤不太稳定也好，或者是你皮肤本来挺好的，我们只有一个基础护肤的需求也好，你用它们都是可以的。它们呢不会给你用出毛病来，但是呢你也不要对它们有过高的功效期望。如果总结一下说的话呢，第一种皮肤状态的 Clinical 和 Boost 系列，一定要看清你的皮肤状态和具体问题之后再去选产品。第二种皮肤状态所对应的 Resist 和 Exfoliant 呢，要看清成分的浓度和功效的宣称去选产品。而第三种皮肤状态所对应的 Clear、Cam 和 Defense 呢，就是油皮选 Clear， 敏皮选 Cam，Defense 没有门槛，随便选。那除了刚才分成3个皮肤状态的7个系列以外呢，宝拉甄选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看起来都不像是成分党做的这么一个系列，叫做 Earth Sourced， 也就是地球资源系列。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各种什么植物成分呀、植物油脂啊、植物提取物呀，然后来自一些天然的资源，更像是去贴近纯净美妆的这么样一个概念的产品系列。这个系列呢，我之前经常拿他们那支大地洁面，也就是俗称叫绿鼻涕洁面的那支洁面去说，因为它的肤感非常好，特别适合敏感皮然后去用。另外呢，它这个系列还出了一些比如说植物来源的一些这个油脂霜啊，然后用的一些植物的精华油去做的一些各种面霜、乳液什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系列呢，在全世界基本上是在陆续下架的这么一个
状态。有很多地区呢，其实已经买不到这个系列的这个产品了。OK， 以上就是宝拉甄选品牌8个系列的划分逻辑，还有相关的精华产品盘点。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选宝拉甄选的产品之前，一定要先判断好自己的皮肤状态，选对系列之后，再看清功效，看清浓度，选好相关的产品。另外，最后呢，我再给大家一些搭配禁忌的提示：一，如果你已经在使用 A 醇相关类的产品的话，我们尽量去避免高浓度的刷酸产品，因为 A 醇它会去促进角质的这个代谢，然后你再用酸类产品去角质剥脱的话，就会让你的屏障受损。二，如果你已经在使用高浓度的 VC 类的产品的话，我们尽量不要搭配多肽，因为这2个成分都用在你的脸上的时候，它们俩会打架，最后谁打赢了谁吸收，何苦呢？三，如果你已经在使用2%浓度的水杨酸类的产品，那你就尽量不要再用含酸的洗面奶了，因为酸和酸叠加之后，你可能会过度脱脂，造成皮肤干燥爆皮。最后呢，早 C 晚 A 的搭配思路非常经典，但它很可能不适合干皮、痘皮和敏感皮。还是那句话，不要盲目跟风。那今天的宝拉甄选品牌的产品盘点呢，就说到这儿。如果你有产品搭配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积极提问，我会尽量回复大家的。希望大家都能选到自己适合的产品，拥有健康漂亮的好皮肤。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